江儿姑娘。哦，江儿姑娘，这位漂亮妹妹谁啊？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定飞世子，长姐不必理会。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？学业荒废了没有？学生自是在府中读书弹琴，无一日敢辜负先生教诲。既然遇上了，跟我回府一趟，正好有话要跟你讲。学生家中还有急事，改日再去拜会先生。黄州那边有来信，不想知道。燕离，长姐，我有事要去一趟谢少师府上，家中……妹妹且去，家中我同母亲禀报。哎，那江家妹妹，要不你就捎我一程呗？是。哎，谢薇，家属，喂。母亲，阿姐，阿弟怎么受伤了？你自己瞧瞧吧。这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阿姐，你不知道，那个薛定飞狂悖至极，全然不把我和母亲放在眼里。我这就入宫，让姑母罢去他的官职，我看他还怎么狂！不可！薛定飞既是当年平南王之乱时待圣上赴死的义臣，又是此次通州平乱的功臣。如今他风头正盛，胜券正浓。这时候如果传出定国公府兄弟戏强的流言，只会让父亲和姑母在朝堂上难堪。那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他如此得圣上宠幸，那你弟弟的世子之位岂非成空？母亲不必担忧，只要姑母主意啊，圣上定不会为了一个离散多年的表弟去忤逆太后。更何况燕家已败落，他已无母族可依靠。淑儿，此事并非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当年他没出事的时候，先皇就亲口定了他的世子之位，这桩事满朝皆知啊！唉，都怪我。这些年，我本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未免落人口实，想着等你弟弟加官之后，再让你父亲请求加封。没想到，他不仅没死，还完好无损地回来了。淑儿，你向来聪明，一定要想个法子，保住你弟弟的承爵之位呀！母亲别急，容我想想。都怪那谢薇和江雪宁，要不是他们在通州护住了薛定飞，哪还有今天这种破事儿？你方才说什么？你是说江雪宁也去了通州？去了。这等事你怎么不早说？父亲不想开罪谢薇，便把这事儿做了个顺水人情。你说她一个闺阁女子，整天跟逆党混在一块儿，谁知道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？母亲，母亲放心，秦贵妃肚里那个尚不知男女，临淄王殿下仍旧是最有可能登上那个位子的人。只要我成为临淄王的正妃，我薛家的权势谁也夺不走。黄州之地有我的人，他们眼下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不必过于担忧。只是北地到底苦寒，侯爷前段时间旧伤有复发之势，好在如今已无大碍了。燕翎的性子本该无拘无束的，
这黄州虽然比不上京城繁华，但也能任它辽阔遨游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那你呢？你也想离开京城，寻找一份自由？我自幼在乡间长大，曾也是一心向往京城的繁华。可来这儿走过一遭，发现繁华之下尽是疮痍，自由，我亦不敢奢求。这命运之下，或许没人能够逃脱得了掌控。观信中所言，可以知道这信寄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。先生如今才给我看，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，本不是为了这桩事。所以先生唤我来此，是想说什么？既然先生不肯说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我没有利用你。通州之时，你曾问我，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利诱？对其他人或许如此，但对宁儿你，我又如何？当年上京之时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别自视与旁人不同。先生不必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。京中诸事，先生数次相救，比起来，我那一点恩义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遇人危难，无论是谁，学生都会出手相帮的。也是，张遮端方，但太冷太直，与你本就不合适。失之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学生之事，又与先生何干？你若能坦然接受，我又何必跟你多费口舌？宁儿，你方才说命运难以掌控，但谢某一路走来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狭路求生。20余载，与命运相争，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向命运低头，你又有什么理由向世间的规矩妥协？先生为何要与我说这些？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不想看到你困于抑郁，失了常心。宫中的课虽然停了，但你的情谊已初窥门径，不可就此放弃。从明日起，继续来我府中学琴。先生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父亲提前说过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再说，黄州之事，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慢走啊！您慢用。这正所谓长江东水滚滚流，千古英雄难说休。诸侯分战一朝空，我辈英才。行了，老拳头，怎么又是诸侯混战呢？有没有点新鲜玩意儿？这个坏了！不去的。哎，诸位，我都听你了。稍安勿躁啊！
说起这新鲜事儿啊，小老儿倒是听闻了一桩，这不是旁的，正是咱京中贵女的风流韵事。嘿嘿嘿嘿。不过这其中嘛，不免有一些不雅之事，恐怕就……你怕什么呀？小爷我就爱听婚的。哪家姑娘的事啊？说来听听。哎呦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书归正传，书归正传。话说，当日啊，这剿灭逆党的功臣自通州凯旋，殊不知啊，这其中藏了一位未出阁的闺中女子，她年方19，正值这妙龄啊。因着旧日私情，那一夜入得大牢之中，与这情郎私会呀。真是精彩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父亲有事唤我，我正赶着去谢少师府上学琴呢。哦，跪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今日啊，我与你母亲到礼部尚书家去吃酒。对方呢，请了一些戏子来唱堂会。这礼部尚书府的老太君呢，是个爱热闹的性子，便点了出新戏来听。可谁成想，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掺和通州之乱，跟着一群男子在外辗转数日之事都被传出来了，整个江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父亲，您刚才说唱堂会的是哪一家？礼部尚书府。怎么了？通州这些事，知情人只有张大人、谢少师，还有薛氏父子那边。在这个时候传出这样的流言，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女儿猜测，只怕是薛家所为。好，就算是薛家搞的鬼，但你问问你自己，若非你平日轻狂梦浪，何以弄出如此荒唐之事？母亲的意思是，旁人算计我，倒是我的错了。若非你胆大妄为，去了狱中，怎么会卷入此等是非？若非你当日在燕家惯例之上，胆大得罪了薛家，堂堂的国公府又怎么会跟你一个闺阁之女斤斤计较？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，你不应该自省一下吗？母亲如此动怒，只怕不是为了我，而是担忧江家的名声和长姐的婚事会受我所累吧？夫人，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母亲不必担心，祸是我一个人闯的，我会自己解决此事，绝不会连累江家和长姐。我们怎么会生出一个如此大逆不道的女儿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夫人，我知道你也是心疼她，可是你也知道宁丫头她的性子就是这么倔，你何必说出这样的话来刺激她呢？再说了，这次的祸事恐怕并非因宁丫头而起呀。老爷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次礼部擢选临淄王妃，惠丫头也在其里。惠姑娘，方才听说夫人被二姑娘气得不轻，老爷下了禁足令，不让二姑娘出门呢。父亲可有说要禁足几日？姑娘何苦为她担心啊？本就到了姑娘们要成婚相看的时候，这会子二姑娘的流言都传遍京城了，定会连累姑娘。姑娘不为自己和临淄王殿下忧心，还管他做什么？胡闹！江家本就是一体，宁妹妹受气，我又怎能独善其身？姑娘，我错了。姑娘，你去哪儿？此事只怕是因我而起，薛家想要我知难而退，
都怪我连累了宁妹妹，我要去同母亲说清楚。姑娘，不可！您若是说了，夫人定会知道您与临淄王殿下私相授受之事。以夫人的脾性，定会让老爷撤了您的参选资格。大姑娘，门房上有人递信给你。你闪开！你别拦着我！先生好神故度，需要静心，你能有什么紧要的事儿？别打扰先生。懂个屁！耽误了他的事儿，咱们都得遭殃。不行，你放开我！住手！你放！到底发生何事了？我一直想找机会和江大姑娘单独聊聊。聊什么呢？近日京中的一场好戏吗？姑娘果然是个聪明人。闺阁名声于女子而言有多重要，薛姑娘难道不知吗？那又如何？江雪宁本在此局之外，她本不必受这无妄之灾。既然有人不知天高地厚，那我不妨教一教姑娘，知难而退这4字该如何写。薛姑娘，你已是太后择定的临淄王妃，为何还要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？你就不怕世人知你所为悠悠众口吗？悠悠众口？江雪慧，以我薛家权势，谁敢论我半句？既然王妃之位已是你的囊中之物，你为何还要做出这种事？我能左右太后的心意，但临淄王的心意，我左右不了。江姑娘怕是不知道吧？临淄王已将对你的情愫说到了太后面前。姑母以为一个侧妃之位便能打发了你，但我知道，以临淄王殿下的性子，一定会不管不顾将你迎为正妃。届时我、薛家、姑母皆会颜面扫地，我绝不会让此事发生。所以你今日叫我来，是想让我放弃参加选妃？不错，只要你放弃，江家的太平和江雪宁的名声就都能保得住。薛姑娘，在你心里，为的究竟是临淄王殿下，还是那个位置？这重要吗？找个人送去宫里给正宝，让他转交给临淄王殿下。姑娘，这件事找临淄王殿下帮忙能有用吗？薛家选在这个时候动手，败坏江家名节，目的很明显，就是不想让江雪慧参选。他那个性子，向来把江家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一定会为了江家太平而放弃。所以这件事，只能交给临淄王解决。姑娘，这是要帮大姑娘？不是帮她，我是为了自己安心。这该是她的，就该还给她。更何况，有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欺负到我家头上来，本姑娘的性子自然是忍不得。